如果你手上有任何軟件股 ，Salesforce、Adobe、Snowflake， 他們正在被市場瘋狂拋售，華爾街甚至稱之為軟件末日。但就在這個最恐慌的時刻，網絡安全龍頭 CrowdStrike 的 CEO 卻在社交網站斬釘截鐵地說 ：“AI 不會取代我們，只會讓我們更強大。”一邊是血流成河，一邊是信心滿滿。到底誰在說謊？這場 AI 革命對於軟件股來說，究竟是世界末日，還是一次錯殺的黃金機會？今天這條影片，我不會給你一個簡單的答案，我會給你一個思考框架，一個能讓你親手解剖自己持股，判斷它生死存亡的分析框架。搞懂了這個框架，你就能在這一片廢墟裡找到真正屬於未來的黃金。我們馬上開始。好，要回答 CrowdStrike 的 CEO 說的對不對？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市場到底在害怕什麼。這場恐慌絕不是空穴來風。在過去的1月，代表整個軟件行業的 IGV 單月暴跌超過16%，創下了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差的單月表現。從去年9月的高點算起，整個板塊的跌幅已經超過35%，短短幾個月，超過2000億美元的市值灰飛煙滅。根據最新的數據，像 IBM 這樣的傳統軟件巨頭都出現了罕見的單日重挫，市場的恐慌情緒甚至引發了信用違約交換的價格飆升。也就是說，連最聰明的錢都開始為這些科技巨頭的違約風險購買保險了。更深的隱患藏在這些科技巨頭的財報之外，很多巨頭是透過一種叫做 SPV 特殊目的實體的方式去租賃昂貴的資料中心。這種幾百億美金的長期租約，很多時候並不會直接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，變成一個隱性的地雷。一旦 AI 的變現速度不如預期，或者電力供應出現瓶頸，這些龐大的租金承諾就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這場恐慌的背後，是 AI 對傳統 SaaS 行業揮出的3把鋒利無比的劍。這3把劍分別刺向了他們的商業模式、產品護城河和行業價值鏈。這也是我之前在 GMT 裡分享過的核心問題。第一把劍斬斷的是他們的收費根基，席位制的徹底瓦解。什麼是席位制？很簡單，就是按人頭收費。你的公司有100個銷售，你就需要買100個 Salesforce 的賬號；有500個員工需要協同辦公，你就需要買500個 Monday.com 的席位。這是過去20年 SaaS 公司最主流也是最成功的商業模式。但是現在 AI Agent 開始能夠24小時不停地工作，完成以前需要人類員工才能做的任務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客服。今年年初，瑞典的金融科技巨頭 Klarna 宣布，他們的 AI 客服在第1個月內處理了230萬次對話，相當於700名人類員工的工作量。當一個 AI Agent 就能頂替700個人類的時候，你覺得企業還會為那700個人去購買 Zendesk 的客服軟件席位嗎？當然不會。這就意味着，所有依賴人頭稅來賺錢的 SaaS 公司，他們的收入天花板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崩塌。所以我們看到項目管理軟件 Monday.com， 它的淨收入留存率在最近的財報裡已經開始出現了下滑的跡象，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，說明老客戶的續費和增購意願正在減弱。這就是席位制，這個玩法已經要玩不下去了。第2把劍腐蝕的是他們的產品護城河 Vibe Coding， 讓開發門檻消失。過去開發一款功能強大的軟件需要一個龐大的工程師團隊，耗費幾年時間和上億美金的投入，這就是 SaaS 公司的護城河。但是現在大型語言模型讓 Vibe Coding 成為了可能，就是你只要用自然語言告訴 AI 你想要什麼樣的功能，它就能幫你生成代碼。開發一個夠用的內部工具，門檻已經被極大的降低了。這個對那些功能單一、護城河不深的工具型 SaaS 公司打擊是毀滅性的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heck， 一家幫大學生做作業輔導的公司，在 ChatGPT 出來後，股價跌掉了97%。還有像語言學習軟件 Duolingo、電子簽名服務 DocuSign， 這些功能相對單一的公司，都面臨着被大型語言模型直接整合的風險。當 ChatGPT 可以直接幫你修改語法、翻譯文檔，甚至起草合同的時候，你還有多大的意願去為這些單一功能付費呢？但如果說這些公司還只是小兵，那麼接下來這個巨頭的遭遇才真正讓整個華爾街不寒而栗。這家公司就是 Adobe。先看圖片 ，Midjourney 這些 AI 繪圖工具，你只要打一句話，幾秒鐘就能生成媲美專業設計師的作品。
Canva 用 AI 功能，讓一個完全不懂設計的小白也能輕鬆做出精美的海報。市場開始恐慌性地問一個問題：我們還需要 Photoshop 嗎？再看影片 Sora Cadence 2.0，現在已經能直接根據一段文字描述生成電影級別的短片。Runway Gen 4已經被大量專業創作者用來制作商業廣告。這些工具正在從根本上顛覆影片制作的流程，而這恰恰是 Adobe Premiere Pro 和 After Effects 的核心地盤。更狠的是，就在2天前 ，Canva 剛剛收購了2家 AI 公司，一家叫 Cavalry 做動態圖形，直接對標 After Effects， 另一家叫 Mango AI 做 AI 影片廣告。Canva 2025年的營收超過40億美元，增長36%，而 Adobe 同期的營收增長只有10%。Canva 正在全方位圍攻 Adobe， 而 Adobe 自己呢，上個月直接宣布關閉旗下的動畫軟件 Adobe Animate。官方的說法是，更新的平台能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，我們自己都承認 AI 已經比我們做得更好了。這個問題直接反映在了股價上。Adobe 的股價從2周高點的453塊一路暴跌到現在的255塊左右，跌幅超過43%。就連一向謹慎的高盛都罕見地給出了賣出評級。要知道，對於這種體量的藍籌股，投行給出賣出評級是極不尋常的。市場認為 Adobe 的護城河正在被 AI 快速侵蝕，它的市盈率 PE 也從歷史高位被壓縮到了只有14倍，市場幾乎是在用存亡風險來給它定價。當然 Adobe 不是完全在被動挨打，它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模型 Firefly， 整合到 Photoshop 等產品裡，試圖反擊。但這個案例恰恰完美地詮釋了第二把劍的威力。即使是像 Adobe 這樣擁有強大護城河的巨頭，在 AI 的降維打擊面前，也必須疲於奔命地去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。第三把劍顛覆的是他們的行業地位，從入口淪為後端。在過去 ，SaaS 平台就是用戶工作的主入口，但在 AI 時代，這個入口正在被超級 AI 代理所取代。未來，你的工作界面可能就是一個類似於微軟 Copilot 的對話框，你只需要對它下命令，它會自動在後端調用各種 SaaS 服務來完成任務。在這個過程裡，你甚至都不知道是哪個 SaaS 平台幫你完成了工作。在這種模式下， SaaS 公司就從一個直接面向用戶的品牌，變成了一個藏在幕後的技術提供商。它失去了定價權，失去了品牌溢價，徹底淪為了平台巨頭的打工仔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商業模式瓦解，產品護城河侵蝕，價值鏈重構，這三把劍漸漸封喉，共同構成了一個 SaaS 末日的恐怖故事。這就是市場恐慌的根源。那麼，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， CrowdStrike 的 CEO 他的信心又從何而來呢？他沒有直接去反駁市場，而是讓 AI 自己來證明 AI 的無能。他直接問了引發這次暴跌的罪魁禍首 Anthropic 的 Claude 2個問題。他問，用 Claude 的代碼幫我構建一個能取代 CrowdStrike 的工具。Claude 回答，對不起，我做不到。CrowdStrike 是一個由數千名工程師花了10多年時間打造的龐大平台。他又問，今天發布的 Crowd 安全工具能取代 CrowdStrike 的工作嗎？ Claude 再次回答，不，我們解決的是不同的問題。我們的競爭對手是 Snake 這樣的靜態分析工具，而不是 CrowdStrike。這裡他提出的2個核心論點，也是我認為能夠幫助我們區分會死掉的 SaaS 和能活下來的 SaaS 的關鍵。第一個論點也是最重要的， CrowdStrike 賣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工具，它賣的是一個成果。這個成果是什麼？就是阻止黑客入侵，這個是企業最核心、最不能妥協的需求。AI 可以取代重複性的勞動，但是 AI 無法取代責任。當一個公司的系統被黑客攻破， CEO 需要找誰來負責？他不可能去找一個 AI 模型來負責，他需要一個像 CrowdStrike 這樣有着10幾年實戰經驗、被市場反覆驗證過的獨立第三方平台來為他負責。第二個論點， AI 不但不會消除對安全的需求，反而會極大的增加它。Kurtz 說了一句我認為是全篇最經典的話，如果你想開發 AI， 你需要 GPU， 但如果你想部署 AI， 你需要安全。這句話點破了 AI 時代的本質。當所有的公司都爭先恐後的把 AI 應用到自己的核心業務中的時候，他們的數據、他們的算法模型就成了公司最寶貴的資產。保護這些資產就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任務。所以結論是什麼？CrowdStrike CEO 的論點沒錯，
AI 對它更像是催化劑，但是這不代表你現在就該衝進去買。記住，好公司不等於好股票，這是兩回事。要真正看懂這場洗牌，我們需要引入下一個也是更深層次的分析框架，就是應用層和基礎設施層的區別。什麼是基礎設施層？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AI 時代的水電煤，比如英偉達的 GPU、亞馬遜的 AWS，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CrowdStrike， 它提供的網絡安全也屬於基礎設施層。它們是所有 AI 應用能夠運行的基礎，需求非常剛性，本質上是一個成本中心。而應用層就完全不同，應用層的公司是直接利用 AI 去解決特定行業的特定問題，為客戶直接創造利潤或者節省成本。他們對於客戶來說是一個利潤中心。我們用之前深入探討過案例，最近這段時間也在跌的 Palantir 來看看。注意，我這裡用 Palantir 不是在推薦這家公司，來幫助大家理解應用層的作用。Palantir 直接告訴他的客戶，比如一家航空公司，用我的 AI 平台，我能幫你優化航班路線，1年幫你省下5億美金的成本。當一家公司能夠直接幫客戶賺錢或者省錢的時候，它的議價能力是完全不同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應用層的公司，它的商業模式是反脆弱的。什麼意思？就是 AI 越強大，它能為客戶創造的價值就越大，它的收入潛力就越高。而傳統的席位制 SaaS 公司呢，剛好相反。AI 越強，他們的席位就賣得越少，反而是脆弱的。所以真正的爆發潛力藏在應用層。相比於基礎設施層的公司，那些能直接利用 AI 為客戶創造利潤的應用層公司，擁有更大的增長想象空間。講到這裡，最關鍵的問題來了，那為什麼 CrowdStrike 和 Palantir 的股價都跌得一樣慘？我到底該怎麼辦？這恰恰是99%的投資者都會掉進去的陷阱。他們以為找到了好公司就等於找到了好股票，這是一個致命的誤解。一個完整的投資體系包含2個部分，基本面和技術面。我們前面做的所有分析都屬於基本面，解決的是買什麼的問題。但是只有基本面是遠遠不夠的，你還必須有技術面，解決什麼時候買和什麼時候賣的問題。為什麼這些好公司也會跌？因為在市場極度恐慌的時候，投資者是不看基本面的，他們只會恐慌性的拋售一切。這就是我作為一個順勢投資者一直強調的原則。我們必須尊重趨勢，在投資市場上，最貴的不是信息，而是紀律。很多人明明知道趨勢向下，卻因為捨不得賣，應該已經到底了吧？我覺得已經跌夠了，這樣的情緒就衝進去撈底。結果呢？底下面還有底。這種情緒化的決策是投資者虧損的最大來源。我在 GMT 裡分享過，對於 Palantir， 就算我多麼看好它的商業模式，我也要對它是不是被錯殺了打一個大大的問號。因為從技術圖形上看，它的股價當時已經進入了我們說的第4階段的下跌趨勢。在趨勢沒有明確扭轉之前，我們絕對不會去猜測底部在哪裡，更不會輕易的去撈底。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投資體系的重要性。如果你只懂基本面，不懂技術面，你很可能會在錯誤的時機入場，承受巨大的虧損和心理壓力。這就像你明明知道黃金很珍貴，但在沙漠裡快渴死的時候，你更需要的是一瓶水。在投資市場上，趨勢就是那瓶水，不懂得看趨勢，就算你抱着滿手的黃金，也可能渴死在半路上。而盈視技術能夠幫助我們找到進場時機，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統化的方法，教你如何通過分析價量關係去判斷市場的趨勢，識別資金的流向，找到那個從下跌趨勢轉為上漲趨勢的關鍵轉折點。這套系統是我過去10幾年在市場上真金白銀打拼出來的，也是我22歲就能實現財務目標的核心。它不複雜，甚至可以說非常簡單。如果你想在當前這個混亂的市場中找到一套清晰的行動指南，保護你的資產，並且抓住下一波的機會，我邀請你來參加我們的盈視技術公益課。在這個公益課裡，我會把這套系統的核心邏輯毫無保留地分享給你。點擊影片下面資訊欄的鏈接，就可以馬上報名。我相信它會徹底改變你對投資的認知。你會發現，原來面對市場的暴漲暴跌，你不需要每天提心吊膽，你不需要去猜測底部，你只需要跟隨一套被驗證過的系統，就能漲跌都贏。這套系統就是幫你在混亂中
建立屬於你自己的秩序。好，我們今天從一場血流成河的軟件股崩盤開始，深入剖析了 AI 時代 SaaS 行業面臨的生存危機和結構性機遇。我希望你今天帶走的不是一兩個股票代碼，而是一整套可以用一輩子的分析框架。那麼你具體應該怎麼做呢？我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的3步 AI 體檢法，你可以立刻用它來檢視一下你手上持有的軟件股。第一步，問自己這家公司是賣席位還是賣成果。第二步，問自己這家公司是處在基礎設施層還是應用層。第三步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，打開它的技術圖形，看它處在哪個階段。你看，投資就是這樣一個先思後行的過程，先用基本面選出好公司，再用技術分析找到進場好時機，兩者缺一不可。AI 革命是我們這一代人能遇到的最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，它帶來的不僅僅是危機，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。正如狄更斯在《雙城記》的開頭所說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。對於那些看不懂變化、固守舊思維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壞時代；但對於那些擁抱變化、掌握了正確分析框架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。選擇權在你的手上。其實我之所以花這麼多時間做這條影片，是因為我看到太多人在這次軟件股崩盤裡，因為沒有一套系統而恐慌失措。有人在最低點割肉離場，有人在下跌途中拼命加倉。這些都是沒有系統的典型表現。如果你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，你就知道擁有一套清晰的交易系統有多重要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影片再見。